去年冬剪之时它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你的月季修剪了吗？我的施肥、修剪、打药操作已经基本完成，真的是超大工作量。一起来看看我的操作步骤吧。第一步，施肥。我在12月29号先给月季施了冬肥。之所以比往年早，是因为当天拿回家超多鱼肠，只能马上买了。我去年的施肥是和修剪同一天，在这里展开说一下。由于冬天和春天交接时温度多变，我觉得不用过早埋冬肥，而是直接埋春肥。这样的好处是，万一根系吸收了肥料开始发芽，却迎来一波严重倒春寒，那么反而不利。而鱼肠是生肥，分解需要时间，则可以趁天冷尽早埋下。我们期望最好的结果就是，当鱼肠分解完成，正好是开春植物开始生长之时，所以埋肥时间需要根据具体的肥料而定。现在看到的这棵藤本是夏洛特夫人，它恰好种在橘子树旁边，就跟着果树沾光，多给了不少鱼肠。我们环绕着月季根部一段距离开始深挖，注意别把主根挖断了。依次也给所有的灌木月季施好肥，灌木不用环状开沟，挖个小坑就够。第二步，修剪。隔了整整1个月，到2月3号立春这天，我决定开始修剪月季。这棵萨利福尔摩斯不愧是大型藤本，枝条粗壮健康，而且爬得很高。希望今年能有更多主力开花枝爬上拱门顶端。这个品种刺比较少，修剪和绑扎的过程中大意了，结果就是各种挂彩。底部这些小枝条打算先留着，等一波花过后再剪掉。看看去年冬剪之时，它是这样的，小小一颗，到现在已经长成了大个子，长势猛，超级勤花，缺点是花期短。接着修剪夏洛特夫人，这是棵中型藤本，去年冬剪之时它是这样的，只有一根强壮的枝条爬上拱门，现在是这样的。这1年的时间里，它也是表现优异，剪这么一大丛费了不少功夫。修剪时，我们观察老枝条上是否有强壮的新笋枝，如果有的话，再观察老枝条的活性怎么样。如果比较一般，就可以在分叉处直接剪掉，之前的那些细弱枝也都可以淘汰了。这样剪完的植株非常清爽。夏洛特夫人唯一的缺点就是花期不够长，但和瑞典女王比也不算短。对了，顺便提一下，这棵视频里盛开的女王，去年夏天就被我请出了花园，目前它的位置上种了凯利。今天的重点就是这棵印象派，它的经历比较坎坷。摘下后，先是被来家里玩的一位爱好种花的长辈朋友剪了一大通，他不知道这是藤本的未成年阶段，当做灌木咔咔剪了，结果就破坏了我意在培养的株型。养了一阵子以后，又遇上了台风贝碧嘉，正好印象派在风口上，被呼呼的吹得一边倒，所幸没有吹断，现在就干脆顺势绑成了这个造型。大家觉得好看吗？下期视频将继续分享灌木月季的修剪，以及接下来的第3步操作，打16合剂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觉得有用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